最近我的相册里突然多了一张陌生的照片，画面里呈现的是一个女人的背影。起初我并没有在意，可随着照片不断的出现，竟然让我发现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真相。能确定这些照片不可能是我无意间拍摄的，而且我也根本不认识像片中的女人。单看一张照片好像没什么不妥，可随着我不断滑动相册里的内容，我注意到了一个细节，拍摄者好像是故意从女人身后拍的，但他们的距离却越来越近。尤其是这张电梯里的照片，可能是空间有限，拍摄者的角度也发生了变化。透过照片，我勉强能看见女人脸颊的轮廓，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，我总感觉拍摄者好像是在刻意跟着女人。可这样的照片怎么会出现在我的手机里？我找到了开手机店的朋友，经过检查才发现，因为手机是二手的，所以是我和原机主共用了同一个云端账号。这些奇怪的照片多半是他那边同步过来的。搞清楚原因，我准备退出账号，可就在这时，相册又出现了新的照片。画面里女人佝偻着身姿站在门口，看样子是在换鞋。虽然有点距离，但好在这次看清了正脸，女人面容姣好，神情自然。然而拍摄的角度很奇怪，就好像是贴着地面在偷拍似的。继续放大照片，我注意到了一个关键的细节，门口的地垫上好像只有女鞋。我脑海中突然浮现出一个可怕的想法，难道女人根本就没有注意到她的家里还有别人？我赶忙翻到下一张，看到照片的瞬间让我汗毛直立。画面里女人微闭着双眼，侧身躺在床上，而旁边镜面的手机壳里赫然映照出了一个扭曲的身影，虽然有些模糊，但能看出那是一个男人。无数的画面在我的脑海里交织成一个恐怖的真相。一个猥琐的男人盯上了女人，形影不离地跟着她，甚至寻找和她独处的机会。他躲在女人看不见的地方，不停地拉近着两人的距离，直到他如愿以偿地陪在了女人的身边，窥探着她的全部。坏了，他肯定有危险，我得报警。然而我刚准备拨号时，朋友拦下了我。几张照片并不能代表什么，万一是人家自己拍着玩呢？因为这点小事麻烦警察，是不是不太合适啊？我一下被朋友问住了，因为到现在为止一切都是我的猜测，他说的确实有些道理。但同样作为女生，我还是放心不下他，所以我没有退出账号。在睡前我又刷新了几遍相册，却没有再出现新的照片。然而等到第二天照片再次同步，我才发现一切都来不及了。照片里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一片杂草丛生的湖泊，眼前的场景让我似曾相识，好像是郊区附近的野湖，那里很偏，几乎没人会去。放大照片，我发现在湖泊的中央正漂浮着一个紫色的行李箱，那箱子我好像在哪里见过，是女人家里的。我慌乱地拨通了报警电话，同时也在心里祈祷千万不要是我设想的那种结果。可没想到女人还是在箱子里被发现了。通过我提供的证据，凶手很快被缉拿归案。他对自己犯下的罪行供认不讳，但唯独他的手机不见踪影，听说好像是被他扔掉了。我很后悔自己不够果断，整日也沉浸在女孩离世的内疚当中。可没想到过了几天，我的手机又多了张我没见过的照片，画面里出现的都是同一个女人的背影，但我却对她无比的熟悉。不对劲，千万别开门！导游刚跟我说他去睡觉了。我整个人汗毛竖了起来。那现在敲门的人又是谁？联想到之前杀人犯的新闻，我内心狂跳，连忙向他做了个噤声的手势，然后小心翼翼地走到门口。可我从猫眼望出去，外面没有一丝光亮。不对劲，我明明记得走廊灯是开着的。正当我疑惑时，门上又传来2下敲门声，房门震动的间隙，漏光的猫眼很快又被堵上。我突然意识到，外面的人正趴在猫眼上向里看。而且我注意到脚下的门缝里竟透出一丝走廊的光线，如果是导游，绝对不可能做这样的事。好在房间里的大灯早已被我关了，而且我跟闺蜜说话的声音不大，应该也没传到屋外。这栋民宿空房间很多，我现在只期望门外的人不知道我们在屋里。好在门外很快就响起了脚步声，看样子是他走开了。我脱力地靠在门上，因为这次旅游是个小团，算上导游才有8个人，如果真的来了杀人犯，我们根本就没办法自保。而且民宿很偏，虽然房间很多，但每层只住了2个人。我和闺蜜住在3层，导游和作家住在顶层，剩下的1、2层则是住了一对小情侣和一对中年夫妇。察觉到刚刚敲门的人有些不对劲，我赶忙让闺蜜给导游打电话，而我自己也在旅行团的群里发消息。你们有没有听见外面有人敲门，说是要发什么纪念品？这很正常，以前还有导游半夜来收护照呢，应该是导游忘记给你纪念品了。但是导游明明前1秒才跟我闺蜜说睡了，怎么可能马上出现在我门口？不用大惊小怪的，问问导游不就知道了，不会是出逃的杀人犯真的到我们这里了吧？大叔你别吓人，这荒郊野岭的。正当我想编辑消息的时候，闺蜜突然拉住我，导游不回消息，打电话也没人接。见状我立刻把信息反馈到群里，要不派个人过去看看吧，实在不行我们报警。报警人就发个纪念品，万一是场乌龙呢？大叔你怎么回事？说杀人犯的是你，不报警的也是你。我这也是猜的，大半夜吵不吵？要是你们不放心，我正好住他对面，给你们看看，看点新闻就疑神疑鬼的。可等了很久，作家都没有再回复。正当我犹豫着要不要报警时，群里接连跳出几条消息。我看过了，导游没事，对不起，刚有事走开，别紧张，刚才敲门的是我。看到这里我总算松了口气，可闺蜜却皱着眉头死死地盯着手机。陆雪，
你没发现他们两个说话不对劲吗？我瞬间也反应过来，作家和导游的信息是接连发出的，而且作家之前的说话方式都是长篇大论，非常在意标点符号，可现在却变成了短句，标点符号也都不见了。人在发消息的时候都会有固定的习惯，按理说不会突然转变。这时手机却突然收到一条好友申请，我是朱瑞，旅行团的。这名字我并不熟悉，点开头像看了一下，应该是那对小情侣中的男生。可这个时候他找我是有什么事情吗？我带着疑惑刚通过好友验证，他就迅速把我拉进一个新群，群里有6个人，除了作家和导游，其他人都在。顿时我就明白，他们也发现了作家和导游的异常，确认了彼此的身份后，我们决定聚在一起能安全一些。于是我和闺蜜便打算下楼和他们会合。路上我们时刻警惕，一直担心会碰到杀人犯，甚至闺蜜因为害怕还想返回房间躲着。但好在我们有惊无险地来到了小情侣的房间。一进门，我发现中年夫妇已经到了，看着一屋子人，我这才有些安心的感觉。可接下来该怎么办？哎呀，现在我们都知道导游和作家不对劲了，万一真是杀人犯逃进来了，哎呦，我们可怎么办呢？我才不怕呢！不管他到底是什么情况，我们人多，他还能怎么样？如果杀人犯真的来了，你能保证我们都能活下来吗？要不我们还是报警吧。很快我们拨通了报警电话，可这里地处偏僻，从警局来这里至少要4个多小时。正当我们在房间里等待救援的时候，头顶的灯突然无声的熄灭，整个民宿顿时陷入一片黑暗之中。我瞬间意识到，民宿的门锁都是磁吸锁，一旦断电就会失灵，所有人都慌了神，房门的磁吸锁也应声打开。我猛地意识到，整栋民宿已经没有任何安全可言。如果这时候杀人犯持刀闯进来，我们根本毫无招架之力。于是我们几人打着手电，匆匆忙忙地向着楼下跑去。可刚跑到门口，所有人都停了下来，直到我绕过人群才看到，大门里面挂了2圈厚实的链条锁。我想起来了，这是导游锁的。因为民宿建在山里，半夜可能会有野生动物跑出来，不仅大门要锁上，甚至就连窗子也被防盗条封起来了。所以想要离开这里，必须找到导游拿钥匙。可还没等我把话说完，一旁的朱瑞却叫我们过去。这锁上有血！顿时所有人都愣在了原地。导游很可能在关门的时候就遇害了，所以在我们房间门口敲门的一定不是真的导游。我明明收到了他说去睡觉的消息，而且他给我们送纪念品的时候，你不是听到了？那就是导游的声音。很有可能是杀人犯用的变声器。小伙子，你想象力也太丰富了，杀人犯逃命还要专门带个变声器吗？经过大叔这么一说，我也感觉不太可能，于是我拿出手机仔细翻找，顿时我发现了问题所在。你们看导游的好友圈，它里面有很多展示纪念品的视频，其中就有他在给其他游客送东西的记录。紧接着我就将视频调整到导游说话的位置，果然那句耳熟的语调再次从手机中传来。领纪念品。对，我记得没错，当时敲门的时候，导游就是这么说的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当时敲门的人确实是杀人犯，只不过他当时在重复播放以前导游的视频录音。对，这也是为什么作家去找导游后发消息的方式发生了改变，因为作家也被杀了。就在这时，楼上突然传来了重重的关门声。你们说会不会是那个杀人犯？不知是谁颤抖着声音，轻声说出了这句大家心中都在恐惧的话。突然身旁的大妈双腿一软跌坐在地，所有人也乱作一团。他这老毛病了，一紧张就容易这样，他得赶紧吃药。大妈脸色煞白，嘴唇发紫，此时也顾不上别的，大叔赶忙招呼着众人先回他们的房间。现在情况不容乐观，我们要想办法离开，必须去导游的房间拿到大门的钥匙。但我们现在根本不知道楼上的情况，假如真是杀人犯持刀闯了进来，以我们5个人的实力肯定难以招架，也许只有朱瑞还有一搏之力。于是我和闺蜜决定陪朱瑞一起上楼探明情况，大叔则留在房间里守护剩下的人。回想刚才的关门声后，并没有听到任何脚步声，说明他大概率是进到了某个房间。对我们来说，只要不发出声响，那走廊暂时应该是安全的。我们小心翼翼地往楼上走去，可紧张的呼吸声在这寂静的民宿里被无限的放大。千万不要被发现，千万不要被发现！每走一步，我都在心里不停地祈祷。但好在我们有惊无险地来到了导游房间的门口。我鼓足勇气，缓缓地推动房门，刹那间一股刺鼻的血腥气息扑面而来，屋内也一片狼藉。虽然我们做好了心理准备，但还是被眼前的一幕吓得不敢动弹。看样子导游确实遇害了，可导游怎么不见了？现在顾不上那么多了，赶快找到大门钥匙，先离开这里。然而我们刚准备分头寻找时，灯却忽然亮了起来，刺眼的灯光让我一阵眩晕。你们终于来了，等你们好久了。一个低沉的嗓音从门口传了过来，我下意识挥动着手里的木棒。那个人接连叫嚷了2声，便换了一副语气。别打，是我呀，是我那个写书的。等眼睛适应了光线后，才看清，居然是旅行团里的作家。一旁的朱瑞明显没有反应过来。怎么是你？你不是已经死了吗？嗨，我最近在写一本悬疑故事的书，一直没有灵感，所以才和导游借着逃犯新闻跟大家开了个玩笑。所以这一切都是假的？当时在楼下用导游录音骗你开门的是我，这些血也都是猪血啊，还有电闸也是我关的。作家苦口婆心的解释，但我依旧感觉有些奇怪。怎么会这么巧？
我们刚到房间你就突然出现，我们又该怎么相信你？那我叫导游出来，不就全都知道了？说着，作家敲了敲卫生间的门。虽然闺蜜和朱瑞已经没有那么警惕她，但我的心里总是有种莫名的不安。小雨，出来跟大家解释一下。随着作家不停的敲击，卫生间里却一点声音都没有。见小雨不出来，作家便推开了卫生间的门，里面空空如也，丝毫没有导游的影子。正当我们疑惑之际，手机突然传来了提示音，是朱瑞的女朋友在群里发的消息：是你们回来了吗？走廊上有脚步声，是不是导游下去了？我这有监控，看看不就知道了。这样你们也好相信我说的是真的。我们一起去了作家的房间，在他的电脑上看到了密密麻麻的网格，看样子他准备得很充分呀。于是我们拉出1楼的走廊监控，很快便看到了一个人影，直到他慢慢的转过身，我们才看清那个人正是新闻中逃亡的杀人犯。不会这么巧吧？没想到杀人犯竟然真的闯了进来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作家不是说这一切都是和导游串通好的闹剧吗？不好，楼下的人有危险！我赶忙在群里通知他们千万不要开门。就在这时，卫生间里突然传来了金属落地的声响，所有人都被吓了一跳，纷纷抬头紧盯着卫生间的方向，听声音好像有人在里面。难道杀人犯不止一个？突然，卫生间的门却被猛地打开，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大家面前，是导游小雨。哎呀，是我被发现了吗？虽然有些无语，但好在他没有遇到危险。小雨见气氛紧张，便连忙道歉。可当他看到监控中出现的杀人犯时，也被吓了一跳。这时楼下的人也在群内回复了消息，门外的杀人犯在不停地敲门，我们该怎么办？别紧张，有可能他只是在试探，千万别出声。与此同时，我们也在关注着监控，画面里杀人犯好像并没有离开的意思，一直堵在门前，甚至还贴在猫眼上朝着屋内看，好像他非常笃定房间里有人。察觉到异常，我们赶忙调取之前的监控录像，然而画面中的内容让众人脊背发凉。原来在我们抵达民宿之前，他就已经躲在这里了。期间我们的一举一动他也都在观察，也可能是突然的断电或是门外的异响，迫使他走出了房间。不行，我要下去救他们。你现在下去太危险了，他手里拿的可是刀啊！让我们先想办法再说。杀人犯会等你想办法再行动吗？我女朋友可就被堵在房间里，如果她没耐心破门进去了呢？你们不是已经报警了？再过一会儿警察就到了，你非要冒这个险吗？不想去可以堵在这里，废物！好了，现在不是内讧的时候。也许我知道现在该怎么办了。一时间，所有人都看向了我。其实，在我第一眼看到录像的时候，就产生了怀疑：明明杀人犯躲在房间里就不会被发现，为什么自己又要走出来？我把监控调整到杀人犯离开房间的画面。民宿在停电前后，他都去过大门查看过门锁，这说明他非常在意。你的意思是，他想离开这里？对，所以他敲门很可能就是为了拿到钥匙。所以我也想到了一个可行的办法。经过我们认真的商讨后，我们一起带着钥匙来到了1楼。此时杀人犯依旧在走廊上敲门，他十分警觉，尽管我们没有发出任何的声响，他还是在第一时间注意到了我们。虽然他戴着面具，但我依旧能感受到他眼神那刺骨的寒意。我克制住想要逃跑的冲动，高举手臂。我们不想跟你发生冲突，你也不要伤害我们，我们就当你没有来过。这是大门的钥匙，你赶紧离开。可杀人犯并没有说话，而是依旧歪着脑袋紧紧地盯着我们。走廊上一片寂静，压得众人喘不过气，紧张的呼吸声不时地从耳边传来。我摇了摇手中的钥匙，信不信由你，我把钥匙放在这里，你自己过来拿。说着，我一点点地挪动脚步，将钥匙放在了走廊上，但我的眼神一直没有离开过他。见他没有动作，我赶忙退了回去。过了半晌，杀人犯才迈出了脚步，众人也放下心来。看样子我没有猜错，他就是要离开这里。可下一秒，杀人犯却拿着刀越过了钥匙，直奔着我们袭来。作家在身后不停地小声催促着我跑，我没有回头，依旧强装镇定。好在我赌对了，他没走2步便捡起了钥匙，没做停留，径直地走向了门口。可这个时候闺蜜还没给我信号，怎么办？等等，我刚想起来，门外还有辆车，我们把车钥匙也给你。杀人犯停下脚步，我立刻给了作家一个眼神。哦，对对，在我这里，我找一下。可翻找了好久，作家都迟迟没能拿出钥匙。或许是作家的演技太过拙劣，杀人犯竟又提着刀向我们靠了过来。千钧一发之际，闺蜜突然用力地咳嗽了一声，我心中一喜，这正是我们之间的信号，是他们来了。好在作家反应过来，赶忙将钥匙扔给了杀人犯。可能在他眼里，我们构不成任何威胁，他悻悻地看了我们2眼，才不紧不慢地朝着大门走去。锁链被一点点地褪去，终于这扇把我们禁锢住的大门被缓缓地推开。别动，警察！我从没想过单身24年的我，竟然被人指着鼻子骂小三。睡得迷迷糊糊时，我被短信提示音吵醒，是一个陌生号码发来的消息：亲爱的，你睡了吗？我订了你最爱吃的猪脚面。我翘了翘嘴角，随后又瘪了下去。猪脚面的确是我的最爱，可这个发消息的人是谁？发错了，我回了一句，蒙头继续睡觉。我刚要睡着，敲门声突然响起，我有些抓狂。谁呀？我烦躁地应了一声：外卖。先放门口吧。我随口说了一句，外面的人应了一声，接着没了动静。我跳下床，走到门口，愣了2秒才反应过来，我根本没订餐，哪里来的外卖？
紧张的气氛瞬间被拉满。我舔了舔发干的嘴唇，蹑手蹑脚地透过猫眼看向外面，走廊里空荡荡的，并没有人。我迅速把外卖袋拿了进去，猪脚面还是我最爱吃的那家，不会是刚才发消息的人订的吧？正疑惑间，面好吃吗？你是谁？怎么会有我家地址？我皱紧眉头，思索着是不是哪个朋友无聊的恶作剧。电话却突然响起，盯着手机半晌，我还是接起了电话。佳佳，原谅我吧，我是爱你的。一个充满磁性的男声响起，我张大了嘴巴，他居然还知道我的名字。哎，你肯定是找错人了，别再找我了。我很是反感的解释。别闹脾气了好吗？这人神经病吧？如果你是恶作剧的话，请适可而止。你这已经是骚扰了，你再打电话我就报警了。挂断电话，我直接就将号码拉黑。次日早上，手机再度响起，我不耐烦地接起了电话。唐女士，你的鲜花麻烦签收一下。跑腿小哥机械地说：“怎么会有人送花？难道又是昨晚的那个人？”懵逼的我起床打开了门，看到跑腿小哥手里的花，我的脸色变得很难看。红色的包装纸下，一大束黄白相间的菊花，颜色的反差让这束花显得很诡异。哎呀，谁这么缺德呀？旁边正在扫地的刘阿姨说了一句，我怀里的花就像炸弹，被我直接抖落在地上。这时电话再次响起，又是陌生号码，我气愤地接起电话。喂，唐佳佳，你是不是唐佳佳？女人愤怒的声音响起，我愣了2秒，感觉有些莫名其妙，蹙起眉头犹豫地问道：“你是？”唐佳佳，你这个狐狸精！女人爆了粗口：“你有病吧？我根本不知道你是谁。”我被她气得够呛，母胎单身24年的我忍不住提高了声音：“你少在这给我装像了！那个渣男又是给你订饭，又是打电话，你真是不要脸！”电话那头，女人的火气很旺。听了她的描述，我豁然开朗，原来她和昨晚上那个人是一家的。我告诉你，我根本不认识他，你们再骚扰我，我真的会报警！臭不要脸的东西，你给我等着！女人咬牙切齿地挂断了电话，从来没被人这么劈头盖脸的骂过。我脸色涨红，气得眼泪都泛了出来。你是不是得罪谁了？刘阿姨递过来一张纸，哎，别哭了，我帮你把这花扔掉。冷静下来后，我有些害怕，随后又安慰自己，倒霉是不会都让我碰上的。谁知次日一早，我刚走到单元门口，一个凶悍的中年妇女从角落里窜出来，用力抓住我的胳膊，大声地吼着：“你这个小三儿，终于让我逮到了！”我挣扎着摆脱女人的束缚，狠狠地瞪着她。我根本就不认识你，少在这里信口开河！中年妇女一脸鄙夷。现在的小三真猖狂啊，提上裤子就想不认账啊！她的声音很大，立即引来众人围观。你认错人了！我涨红了脸说。女人根本不听我解释，钳着我用力往外拖。我急忙呼救，却没有人愿意帮忙。大姐，把你男人喊出来，我们对视一下。我决定反向自救。女人愣了一下，猛地停住脚步。我顺势挣脱她的束缚，和她拉开距离。周围有人窃窃私语，怀疑可能是女人认错了人。听到有人向着我说话，我暗暗松了一口气。女人甩了甩头，冲着人群里吼了一嗓子：“赶紧滚过来，别做缩头乌龟！”顺着女人视线的方向看过去，一个缩头缩尾的男人从人群中走出来。我看着他，迅速进行了人脸搜索，确定根本不认识他。男人看了我一眼，窝囊地说：“老婆，别闹了，我……”男人的声音我莫名觉得熟悉。女人暴喝一嗓子：“你出轨的时候想过我会闹吗？我根本就不认识他！”我气得浑身颤抖，大声辩驳：“佳佳，咱们的事儿他都知道了。”男人急得直跺脚，貌似小声提醒我。听他喊我名字，猛地反应过来，这几天给我打骚扰电话的就是他。你们是一伙的！我怒怒切齿，声音嘶哑地说：“不要相信他们，他们是骗子！”可惜我的话没能激起一点水花，人们看我的眼神都变了，看热闹似的在一旁举着手机，鄙夷、唾弃、不屑。女人连拉带扯的把我往小区门口拖，男人跟在身后，眼里闪烁着得逞的光芒。我再次呼救，眼泪止不住的流。突然，刘阿姨冲出来拦在路中央。哎，你说他是你的小三，那你能说出他的具体情况吗？刘阿姨怒视男人，问了他一大堆问题。男人被问得有些慌神，根本答不上来。女人骂刘阿姨多管闲事。我已经报警了啊，警察马上就来了。刘阿姨挺着胸膛说：“听说警察要来。”两个人对视一眼，松开了我。你给我等着！女人叫嚣着慌乱离开，直到他们消失不见，我才松了一口气，整个人瘫软在地。刘阿姨扶着我：“别害怕，我送你回家。”听着她温柔的语气，我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。今天多亏了她帮我摆脱困境，否则我早就被这骗子拐跑了。刘阿姨帮我送回了家，拍着我的肩膀说：“都过去了。”然后递了一张纸巾给我。一股特殊的香味袭来，突然眼前天昏地转，眼皮沉重万分。最后的画面停留在刘阿姨诡谲地看着我笑，眼里的寒光阴暗逼人。我一脸震惊，不甘地闭上眼。你们回来吧，搞定了。猛地睁开眼睛，我怎么又回到这里了？
我看着女人连拉带扯的把我往小区门口拖，男人跟在身后，眼里闪烁着得逞的光芒。如果按照刚刚的剧情，我的呼就只会引来刘阿姨，然后陷入更危险的境地。我不能就这样不明不白的被带走。我心一横，将男人旁边彪形大汉的手机夺了下来，用力的摔在地上，狠狠的用脚去踩。叫你拍，我叫你拍！这一切发生的太快，彪形大汉根本来不及阻止，等几个人反应过来时，手机已经粉身碎骨。你赔我手机！彪形大汉冲过来要拉扯我，我眼疾手快躲在男人身后。彪形大汉薅住男人的脖颈，狠狠地说：不赔我手机，今天谁也别想离开，让警察管管。听着悦耳的警笛声，我终于安心下来，颤抖着不停地对着彪形大汉道谢。我是个小偷，而我现在却躲在衣柜里主动报了警。快来救救我！我压了压帽檐，抬头瞄了瞄四周，迅速将手里的宣传单卷起来，卡在马吉小区1203住户的门把手上。1204门把手上的宣传单还在，这是我3天前放上去的，依旧保持着之前的模样，说明住户已经至少3天没有回来过。我的脸上露出一抹得意的笑容。我叫唐玲，每天穿梭在附近小区各楼层发传单。不过这并不是我的主业，我的主业是小偷，门把手上的宣传单就是我的信号弹。入夜，我穿戴整齐，拿着工具再次来到马吉小区。之前我已经观察过了，这个小区没有监控，于是我大大方方走了进去。我熟练地打开1204的房门，一股沁人心脾的清香扑鼻而来。我轻轻关上房门，凭借头灯熟悉屋内环境。鞋柜里都是女性的鞋子，卫生间里只有一套洗漱用具和女性化妆品，可以断定住户是独居女性。我顿时放松下来，在屋子里搜索着值钱的东西，随后我便在大衣柜底层发现了一个沉甸甸的首饰盒，打开一看，有些傻眼，里面竟然不是首饰，是2根金条。这姑娘还真是不一般。我将金条放进口袋，然后将首饰和原位置放好，关上衣柜门准备撤退。可当我刚走到门口，竟然听到钥匙转动门锁的声音。不好，有人来了！我的头皮瞬间发麻，情急之下直接躲进了大衣柜里。我长舒了一口气，下一秒是房门被关上的声音，紧接着屋子里亮堂起来。由于衣柜正对着门口的方向，所以透过衣柜门缝，我正好可以看到整个屋子里的情况。我看到一个穿着连衣裙的女人，她放下皮包，甩掉脚上的高跟鞋，坐在沙发上开始揉脚后跟。大约过了1分钟，女人从沙发上站起身，径直朝衣柜走了过来。我冷汗呼的一下冒了出来，暗道一声不好，如果女人拉开衣柜门发现我怎么办？将她打晕然后逃走，还是跪地求饶？女人的脚步声越来越近，我的心也提到了嗓子眼。女人的手已经碰到了衣柜门，我紧紧咬住嘴唇，将扳手用力攥在手里。突然间，女人的电话铃声响起，女人迟疑了一下，手松开了柜门，转身去接电话。我一只手捂着快要跳出胸膛的心脏，一只手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，幸好只是虚惊一场。干嘛？我刚到家。女人用甜的发腻的声音接起了电话，对方应该是女人的爱人，她对着电话在撒娇。既然想人家，就来看我啊，我做好宵夜等你啊。女人愉快地挂断电话，还有一个男人要来，那我岂不是更走不掉？原本我还想着等女人去卫生间或是睡着时离开，现在难度系数更大。我躲在柜子里心乱如麻，掏出手机看了看，周鑫依旧没回我消息。我咒骂了他几句。周鑫是我的男朋友，我们算是雌雄大盗。刚刚我就给他发过求救消息了，以往他营业时遇到困难都会给我发消息求助，我会按他的提示来到客户家里，以推销员的身份纠缠客户，吸引他们的注意力，帮周鑫脱身。今天我被客户堵在家里，他却没了音讯。客厅里，女人正拿着一瓶红酒倒入2只高脚杯中，她似乎心情很好，端起其中的一杯小酌了一口，在杯沿上亲了一下。接下来的画面会不会很香艳？如果我用手机拍下来，能不能卖个好价钱？我伸手拍了拍脸，强迫自己不要胡思乱想，眼下脱身才是最要紧的。终于，女人赤脚走向了卫生间，我猜她是去洗澡。果然，下一秒传来了哗哗的流水声。谢天谢地，我蹑手蹑脚地从衣柜里出来，高抬腿轻落脚到了门口。我还没来得及开门，门口突然传来了敲门声。我蹑手蹑脚地从衣柜出来，走到了门口，还没来得及开门，突如其来的敲门声把我吓了一大跳。我连滚带爬地逃回衣柜，心已经跳到了嗓子眼儿。静静，是我，你的小甜心。门外传来了男人温柔的声音，卫生间里的水声戛然而止。女人裹着浴巾缓缓地走了出来，然后打开房门。男人捧着一大束玫瑰花，恰好挡住了她的脸。久等了吧？我刚才特意去花店给你买了花，我猜你一定会喜欢。我很喜欢。女人笑盈盈地接过他手上的花，踮起脚吻了男人的脸颊。
女人让男人进了屋，我还注意到她随手将门反锁，来到酒柜前，女人把红酒递给男人，男人借着拿酒杯的由头将女人拉进怀里，开始对她动手动脚。躲在柜子里的我五味杂陈，本来只是想偷个东西，没想到吃了一顿狗粮。别人的男友费尽心思讨女友欢心，我的男友连个人瘾都没有。这个周鑫果然很狗。你比玫瑰花香，比红酒更醉人。男人暧昧地说，女人娇笑着躲闪，二人调笑拉着肩碰掉了吧台上的酒杯，啪的一声脆响，吓得我缩了缩脖子。别动，我来弄。男人恋恋不舍地松开女人，拿起扫帚收拾地上的残局。男人一直背对着我，看不清他的长相，可我总觉得他的背影很熟悉。女人把手里的酒杯递了过去，男人笑着接过去，一饮而尽。这一次，我终于看清了男人的脸，是周鑫。我惊讶地捂住了嘴巴，他竟然劈腿了，心像被人用刀子捅了一个窟窿，冷风嗖嗖地往里灌。我气得咬牙切齿，一拳砸在柜门上，狭窄闭塞的空间里发出砰的一声闷响，让我瞬间惊出了一身冷汗。我怎么忘了呢？自己除了是周鑫的女朋友，还是一个贼。衣柜里有动静。周鑫指着衣柜对女人说，周鑫这个混蛋，我现在出去会不会被这对狗男女灭口？我新买了一套情趣内衣，就在衣柜里。女人风情万种地笑了起来，我这就去拿。周鑫两眼放光，口水恨不得流了下来，我恨得牙根痒痒，发誓只要周鑫打开衣柜的门，我就用扳手抱了他的头。他走路的姿势有点怪，就像喝醉了酒。周鑫的脚步越来越近，我的后背再次发凉。在距衣柜不足1米处，周鑫突然停了下来，眼睛一翻，一头栽在地上。我心头一紧，用力扣着手心，理智告诉自己不能出去。女人一脸平静地站在那，嘴角噙着一抹诡异的笑容。周鑫一头扎在地上后便不再动弹。女人蹲了下来，就这2把刷子还敢劈腿，真给男人丢脸。她说完这句话，突然看向衣柜，冲着我挑了挑眉，我吓得魂都丢了，眼泪噼里啪啦往下掉。好在女人并没有打开衣柜，而是转身进了厨房。紧张的气氛随着她的离开冲淡了一些。我不知道女人接下来要做什么，直觉告诉我，女人给周鑫喝的红酒有问题。我想把周鑫叫醒，担心声音太大会引起女人的注意，只能拉开一道缝，伸长手臂借助扳手推了推周鑫，可他连眼皮都不眨一下。女人很快从厨房里走出来，手里多了菜刀和电锯，身上多了一条围裙。她想干什么？一个可怕的念头在我的脑海里闪过。女人再次看向衣柜，不过眼神有几分温柔，还调皮地吐了吐舌头。我感觉衣柜里的温度又降了2度。她又走向客厅，打开电视，调了一档娱乐节目，并把声音放得很大。这个节目不错，女孩子都会喜欢。她的话就像是说给我听的一样，我的头皮不禁发麻。接下来的画面让我永生难忘，毛骨悚然。女人拉开了电锯，竟然把周鑫分尸了。整个过程干净利落，她连眉头都没皱一下，恐怖使我的每根骨头都在发抖，面如土色的捂住了嘴巴。女人将尸块打包拎出了房间，然后开始擦拭地板上的血迹。警察，我要报警！麻区小区1204发生了凶杀案，我是小偷，目前躲在衣柜里，快来救救我！我颤抖着编辑完这段话发了出去，祈祷着警察在女人发现我之前可以赶到。只见女人收拾好后，伸了一个大大的懒腰，轻轻说了声好困，然后躺在床上拉好被子。我祈祷着她赶紧睡着。很快，床上传来了女人轻微的呼噜声。我打开一道门缝，估算着逃跑的可能性。女人突然睁开眼睛，直勾勾地看着我，眼神里充满了戏谑，仿佛在说你就是我刀下的下一块肥肉。无尽的恐惧感让我一下子从衣柜里掉出来。女人坐起身，笑眯眯地看着我，怎么不躲了？我还没玩够呢。她竟然把之前发生的事叫做完。别伤害我，求你了！我瘫坐在地上，带着哭腔哀求她。我怎么舍得杀你？有了你，增添了我很多乐趣。女人勾着我的下巴，慢条斯理地说：从来没有人欣赏过我杀人的过程，你是第一个，是不是很荣幸？看着她兴奋的表情，我确定面前的女人就是个变态。我眼眶含泪，颤抖着说：我不行，真的，求你放过我！放过你？你已经看到了我行凶的过程，杀你灭口和做我忠实的观众，你只能选一个。我不会说出去的，真的，请你相信我。我哭着对她说：闭嘴！她突然变得暴躁，一巴掌把我扇得晕头转向，脸上火辣辣的疼。我给过你活下来的机会，既然你不珍惜，那就怪不得我。说完，女人举起刀朝我的脸砍了过来。我惊恐地尖叫了一声，直接晕了过去。醒来时，我的头如针扎一般疼，周围也是一片陌生。回想起之前的一幕，我赶紧伸手抚摸自己的脸，没有伤口，也没有痛感。
难道我真的死了吗？你感觉怎么样了？一个警察模样的男人出现在我的视线里，我戒备地看着他，用被子裹紧自己。你不用害怕，你已经安全了。接到你的报警信息后，我们迅速出警，罪犯已经伏法。听完警察的话，我终于松了一口气，活着的感觉真好。那个女人太可怕了，想到之前发生的事情，我依旧瑟瑟发抖。后来了解到，女人因为被背叛，一怒之下杀了老公，之后便将那些垂涎她美色的男人骗回家，再杀掉他们，来满足自己的快感。周星就是那个精虫上脑的可怜虫。他通过家里的监控一早就发现了我的存在，我就像小丑一样，在他面前丑态百出，而我也会受到法律的惩罚。我发誓以后再也不做小偷了。